大家好。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是虐文男主裴之锦的白月光。回国那天，刚好撞见他和女主吵架。要不是长得有几分像他，我会留你在我身边吗？我一阵恶寒。女主的手还在给他扎领带。他这句话翻译了一下便是，要不是长得有几分像他，我会允许你伺候我吗？但女主丝毫没觉得不对。她凶横地瞪了我一眼，转头对着裴之锦渲然欲泣。我弯唇一笑，妹妹，喜欢伺候人可以来给我当月嫂，还能赚钱。我和裴之锦青梅竹马，自小便像被设定好了一般，从小就互相心生爱慕。18岁那年，我出国留学，曾问他要不要和我一起。裴之锦当天没回复，直到我下了飞机，他的回讯才姗姗来迟。他发了一篇小作文，先质问我为什么不告而别，又情意绵绵地说什么一定会等我回国。我很纳闷，他家连私人飞机都有，飞一趟国外很贵吗？想我来找我不就好了？干嘛要等我？我还不想等他呢。我感觉我的人生轨迹在出了国的那一刻才突然觉醒，总觉得前些年像是迷乱的一团。踏进小公寓的当晚，我做了个梦。我身在一篇虐文小说里，男主就是裴之锦，而我严寻是他的白月光兼女配。我出国的这段时间，替身女主陆泱泱历尽艰险都没能上位，裴之锦还是和回国的我在一起了。裴之锦和我结婚那天，陆泱泱心灰意冷，服药自杀。裴之锦这才幡然醒悟，自己早已在他无微不至的影响之下爱上了他。婚礼上众目睽睽之下，他松开了我的手，跑到陆泱泱的小房间里，哭着抱紧她忏悔，却发现他的遗物里都是另一个男人的痕迹。裴之锦发现，陆泱泱对他一切的好，都不过是因为他长得有几分像他旧日的恋人。好，把人当替身者，人也把他当替身。裴之锦无法接受，追悔莫及，痛不欲生。在无人的道路上开着跑车，拉着白月光，也就是我一起共赴黄泉，给陆泱泱陪葬了。我生生吓醒，什么鬼梦？虽则是梦，但实在过于真实清晰，我不得不后怕。你们男女主的巅峰爱情不要拉上我这个无辜女配呀！我堂堂严氏下任掌权人，未来稳走阳关道，怎么会吊死在裴之锦这棵分叉树身上呢？答案显然只有一个，那乱七八糟的剧情在操控我。为了不做男女主这对颠公颠婆爱情的牺牲品，我决定未雨绸缪，先下手为强，找个男朋友，希望能对抗剧情的操控。
回国那天，晴空万里，我的心情也很好。在飞机上睡了一觉，出机场看手机时，才发现裴之锦给我发了信息。会气啊！我本想置之不理，但是莫名其妙就想看看他说了些什么。如果我没有觉醒过来，按照梦的预设，我会死在裴之锦的手里。这个仇怨使我心头一梗。回国了吗？阿寻，怎么不和我说一声？我来接你。不是大哥。你怎么知道我回国？你怎么知道我航班？我震撼得百思不得其解。这就是全知全能的男主吗？我环顾四周，寻找着他的身影。最好是别来，在家和女主恩恩爱爱的不好吗？裴之锦，我就知道，是不是他来了？细弱的哭声传来，循声望去，一名楚楚可怜的女孩哭得梨花带雨，眉眼间确实有几分像我，但我不曾这样哭过。果然，对面的高大男人不耐烦道：“陆泱泱，我已经告诉了你，等他回来，你就什么都不是了。别哭了，他不会这样哭。我得到的一切，都是因为他。我们的爱也是不值一提的吗？”陆泱泱依旧不死心地质问着他。裴之锦薄唇紧抿，冷酷至极。要不是长得有几分像他，我会留你在我身边吗？我一阵恶寒，向前2步，终于看清了他们的全貌。陆泱泱的手还在给裴之锦整理着领带，裴之锦一脸理所当然。我给裴之锦这句话做了翻译。要不是长得有几分像他，我会允许你伺候我吗？我为陆泱泱感到十分悲哀。为了这个渣男所谓的爱，能够忍受那么多苦楚，只为留在他身边伺候他。他也将裴之锦当作替身，那么就是让他享受了本该属于另一个男人的被伺候的生活。所以我伺候你，但我不爱你，爽点在哪儿？我严寻就是再蠢，也不会去跟一个女孩抢着伺候男人吧？是家里破产了，还是好日子过到头了？但显然，对面的女孩没有这样的想法。陆泱泱迎着这句话，终于将目光从裴之锦脸上挪开，越过了他的肩头，看向了他身后的我。他应当没有见过我吧？我本想装作路人匆匆离开，可他却忽然紧紧地盯住了我，像是确定了就是我。不应该啊！裴之锦那里就算有我的照片，也是4年前的。留学4年，我的穿衣风格那是大有变化，脸上还戴着墨镜。这就是全知全能的女主吗？我服了。实名膜拜剧情大佬。陆泱泱流着泪，眼神哀戚地望着裴之锦说：“他回来了，那我也该走了。你胃不好，以后要记得按时吃饭，别喝那么多酒，照顾好自己。”他摸着肚子，
又开口道：“这个孩子我会打掉的。没有父爱的孩子是不幸福的，他不该来到这个世上。”这个孩子陆泱泱最后并没有打掉。小说里陆泱泱死后，裴之锦通过她闺蜜发现了这个孩子，她喜极而泣，立马将所有资产转移到他名下。虐文小说的设定真奇怪，女主和男主分手后，往往会偷偷生下孩子，但从不考虑自身的抚养能力，扔给爸妈、闺蜜养得比比皆是。男主幡然醒悟时，总是发现女主为自己生了孩子。可是之前要打掉孩子的不也是他吗？裴之锦没有在意陆泱泱的话，他转过身来，望见了我，轻笑道：“好久不见，阿寻。”他无视了陆泱泱，径直朝我走来，亲昵地张开了手。“颠公啊！”我忍住了翻白眼的冲动。你都让我看见这一幕好戏了，怎么还跟个没事人一样凑过来呀？我一手提着行李箱，另一只手和他浅浅一握，算是给我们年少时的情谊画上句点了。在裴之锦不解的目光中，我站定在陆泱泱面前，弯唇一笑道：“妹妹，喜欢伺候人，可以来给我当月嫂，也能赚钱。”陆泱泱脸如调色盘，最终定下来是更为悲痛的神色。他颤抖着声音问裴之锦：“阿锦，他的意思是，等你们有了孩子，我需要来伺候他吗？”我大为震撼，女主的脑回路怎么是这样的？裴之锦目光复杂，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陆泱泱继续痛哭：“你可以羞辱我的爱，但你不能羞辱我的人格。是，我不过是他的替身，可我也是有尊严的。”裴之锦的目光在我们之间流转了片刻，像是下定决心一般，对我说道：“阿寻，你误会了，他只是我的朋友。”好好好，裴之锦，你是拿我当傻子的吗？不会还准备坐享其人之福，表面哄着我，背地里在留着他吧？哦，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轻轻一笑，望见了远处朝我跑来的漂亮少年。少年黑发绒软，一双狗狗眼清澈潋滟，看着我笑意盈盈。姐姐这儿。我将手里的行李箱交到他手中，挽住了他的手臂，挑眉看了眼裴之锦和陆泱泱，朝他们挥了挥手：“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，先走一步。”裴之锦下意识拉住我的手腕，面色铁青：“他是谁？我不是说了我会来接你吗？你怎么还找了别人？”“你好，我是江牧野，严寻的男朋友。”江牧野松开行李箱，看了看我的脸色，掰开了裴之锦禁锢我的手，将我护在怀中：“请你不要对他动手动脚。”“你算什么东西？”裴之锦怒而失态，做事要冲过来拉扯，
但姜木也比他还高出半个头。锻炼得宜，无袖上衣显出手臂肌肉线条匀称有力，比他这种单薄的有胃病总裁结实得多。他不敢轻举妄动。我冷淡地瞥了他一眼。这话应该对你自己说吧，裴之锦。你是我谁呢？我有让你来接我。姜木也明了我的态度后，更加有恃无恐，换了只手提箱子，牵起我道：“哪儿来的这么不要脸的人呢？放着自己女朋友在一旁去骚扰别人的女朋友。姐姐，我们快走吧。”我以为剧情到这儿就该差不多了，裴之锦和陆泱泱继续拉扯就行了。不料他们依旧硬是要拉扯我。换个人当女配不好吗？我心里烦躁。阿锦，值得吗？他不爱你，他在践踏你的真心。陆泱泱走过去，轻轻挽起了裴之锦的手臂，叹息道：“姐妹，你到底是有多缺钱缺爱呀？”我的表情管理都要失控了。就不允许别人不把你的亲亲老公当个宝吗？裴之锦暴怒地甩开了他。别碰我！严寻，你出国前，我说了会等你。他追过来，拦在我们身前，拧着眉头道：“可我等了你4年，你却背叛了我们的感情。你这样，我的等待有什么意义？”陆泱泱心疼地望着他，似乎已经忘记了他只是他找的替身这个让他心甘情愿自虐的暗爽点。抓住了这个留下他的机会，上前再次贴住了他，低姿态装委屈和温情大法并举。阿锦，我们回家好吗？锅上还煨着你最喜欢的骨汤，我们回去吃饭吧。这个女人不值得你这样深情以待。她哪里比我好？我都可以学，都可以改。你只要我好不好？这一套组合拳，男女混合双打，已经让我恶心的有点反胃了。但姜木也看着比我还战劲十足。说到他，这小孩是在我刚觉醒那晚下定决心找个男朋友后，主动送上门来自告奋勇的。我呢，前18年被怪异的剧情操控着迷恋裴之锦，个性也如他喜欢的那般规规矩矩。出了国脱离剧情，也一时没能转变过来，所以下了这个决心，却没立刻出去行动。我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身边的亲朋好友。我闺蜜温成是个小玩咖，但是按照剧情分配，她是我和裴之锦的第1大 CP 粉头子，所以并没有给我提供什么帮助，而是忧心忡忡地向我汇报：“阿寻，你别光顾着玩了，你远在国外没法看牢裴之锦，他身边可出现了一个女生，一直缠着他呢。你怎么没点危机感呀？什么男人能比裴之锦更帅更好？”这番话足以让我跟他绝交100遍。我愤愤打字：“温成，你是傻了吗？他是狗吗？我要看牢他。那个女生是藤蔓吗？还缠着他？
就裴之锦这样的，全球30多亿男人，我能找到几百万个比他还帅还好的。我吹牛的。国外混了好几年，都没找到一个无可挑剔的好男人，而且光顾着完成学业，我也没怎么出去社交。眼看要回国了，我的孪生弟弟给我打来岳阳电话：“姐，听说你最近很饥渴，严彻你在胡说八道，我把你卡停了。”我冷酷至极，一句话秒杀他。严彻连忙找补，谄媚道：“别！哎呀，好姐姐，我这不是来给您排忧解难了吗？我认识一些不错的帅哥。”片刻后，一个金发美少年站在我的公寓门口，含笑看着我：“姐姐你好，我是姜牧野。”此时我看着面前回了国、乖乖染成黑发的姜牧野，不合时宜地怀念那种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的发色。姜牧也垂眸睨着裴之锦，冷笑道：“他有让你等他吗？有让你来接他吗？你若是想他，为什么4年没去见过他？出趟国对你来说很难吗？你现在又在这里说这些来绑架他，可不可笑？姐姐她根本就不喜欢你了，她现在喜欢我，你就省省吧，哥们，演演就得了，别把自己也给骗了。你还真以为自己很深情吗？你……”裴之锦哑口无言。灵活人的思维已经超出了他这个剧情框架人所能理解的范畴。陆泱泱有些害怕地往他怀里缩了缩，姜牧也一针见血，毫不留情：“还有你，上赶着给他当替身当保姆，你自己难过他对你不好，那你怎么不去怪他，反而要来怪姐姐？姐姐根本就没理过你的男朋友，跟你们俩没有半点联系，你就是自欺欺人罢了。”我勾勾他的手心，表示嘉奖，继而朝陆泱泱微笑道：“我没兴趣和你抢人，也不想关注他对你如何，你对他如何，这和我无关。我并没有获得任何好处。你的裴之锦在我这儿比不上我男朋友一根头发丝，明白了吗？”姜牧也开了辆造型很秀气的超跑来，后头跟着另一辆。司机下了车，接过他手里的行李箱，先送回家。他则带着我往反方向走。去哪儿啊？我坐在副座，惬意地眯起眼。姐姐赏脸陪我吃饭吗？红灯的间隙，姜牧也笑嘻嘻地腾出一只手，牵了牵我，吹吹风，去晦气。我摇摇头，倒时差有点累，先送我回去休息吧。姜牧也被拒绝了，但没半点扫兴的意思，立刻答应下来，是我考虑不周。姐姐给我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吧。我偏头在他侧脸亲了亲，弯眸笑道：“好啊，拭目以待了。”姜牧也先送我回了家，替我点好了香薰，放好音乐，让我去休息。醒来时，正瞧见他摆好了一桌饭菜，色香浓郁的本帮菜。
清甜爽口的苏式点心，粥点面点一应俱全。姐姐醒啦。我问了严彻你在国内的饮食偏好，叫人送了些菜来，刚刚好送到。时间算得不错吧？江木也热情洋溢，腰间系着围裙，一副乖乖家庭主妇的模样。我睡饱了，精神很足，玩心大发地凑上前去拷问他：“你带着围裙做什么？江大厨有什么杰作？让我尝尝。”江木也轻扶着我的腰，让我一手稳稳勾住了他的脖颈，耳垂微红道：“这个米饭是我煮的，姐姐别摸了。”我在他后腰轻轻抚动的手停下来，他却用眼神勾着我继续下去，口中分明说着别，可目光动作无疑不再鼓励我别停下来。我轻轻一笑，松开了他，坐到桌前，假装忽视了他眸中的落寞之色。确实都是我爱吃的菜。江木也忍住了没追过来，转身去厨房给我端了饭，取了餐具来。饭吃到一半，我接到了妈妈的电话：“小寻回来了吧？姥姥姥爷在家，说要给你接风洗尘呢。”我擦了擦唇角的排骨汤汁，一口答应，挂了电话，就瞧见江木也巴巴地看着我，一双垂眼本就可爱，刻意露出可怜神色时就更显得勾人了。我亲亲他：“阿也在家等着我，晚上回来陪你。”丢下眼巴巴的小狗，自己回老宅，是我这一天做的最错误的决定。老宅里，王妈接过了我手里的衣服，说我在国外受了。我们小寻在国外受委屈了。那洋人饭真没什么意思。过段时间小彻回来，我估摸着也得受不少。妈妈在旁边捏了捏我的脸：“没有吧？上一次我和他爸爸去陪了他半个月，他足足胖了8斤呢。有爸爸妈妈在，那当然是生活质量倍增。”姥姥挪开妈妈的手，心疼地摸摸我的头，说：“你胡说，我孙女瘦没瘦我看不出来。快来。”姥姥做了一桌你爱吃的菜。老爷笑眯眯地补充道：“你姥姥亲自动的手，都没让王妈他们帮忙，多么一副温馨的家的情景啊！如果不算上桌边坐着的不速之客的话。”裴之锦坐在桌边，冷冷淡淡地望着我，这是他的标配表情。10几岁的那几年，我天天见，居然没发现这么装。小寻啊，你既然回来了，你跟小裴的事儿就早点定下来吧。爸爸颇为欣赏地看着裴之锦。是了。他和裴之锦他爸是约好了一起攀上我妈和裴阿姨2家豪门的好兄弟。不同的就是，裴阿姨生病早逝，家里的产业都给了那位裴叔叔，而我家还是妈妈掌权。将来我会继承他的产业，爸爸是没有什么实权的。他力求把我和裴之锦凑在一起。
为的是裴之锦掌权后许给他的股权和职位。事实上，在我做的那个梦里，他确实达到了自己的目的。梦里的我像没有自己思想的提线木偶，轻易就为了夺回裴之锦而将自己手里的产业送给了他。我小口咬着荷叶鸡丝咽下，装傻道：“什么事儿？”爸爸皱了眉头：“你们两个订婚的事啊，任小培都等了你4年了，别再让他等了吧。”妈妈和姥姥姥爷也停了筷，目光探寻着问我的意思。我忍住摔筷子的冲动，冷笑道：“裴之锦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机场门口我还没说清楚是吗？还跑到我家里来了。”老爷忍不住劝了一句：“小寻，说话客气点儿。”姥姥横眉瞪他：“你闭嘴，听小寻自己的意思。”裴之锦摇了摇头，故作深情：“关叔叔，这是怪我。阿寻误会了我和一个朋友的关系，在和我闹别扭呢。有误会就得解开吗？都是要订婚的人了。小寻，你怎么还这么爱闹脾气？”爸爸长舒了一口气，责备地看了我一眼。我气得沸腾，求助地看了妈妈一眼。妈妈接收到我的目光，冷了脸色，训斥道：“关宏泽，谁允许你给我女儿许婚事的？”爸爸一时矮了气势，辩解道：“还不是小寻闹出来的事儿。你说我做什么？我不是看他们两情相悦，就想早点促成婚事好放心吗？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他结了婚，我才不放心。”妈妈凌厉的目光落到裴之锦身上：“你和你那朋友有什么值得让人误会的地方？错处当然在你们，不解释清楚，你怎么好意思来吃这顿家宴？”裴之锦垂了眸，看起来像在反省。谁知他半晌抬了头，对我妈妈怒目相视，站起身道：“严寻不愧是严阿姨的女儿，您和她一样颠倒黑白，带着恶意揣测我的真心。严寻，这顿饭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，你还不抓住吗？我抓你软饭跌个地中海呀！”我顺了顺气，丢开礼仪修养，指着他的鼻子骂道：“你都跟那个陆泱泱谈了4年了，一个别的女人穿过的破鞋，怎么有脸在我们严家闹呢？裴之锦，你回去和裴叔叔一起守好你们家那点仨瓜俩枣吧。再敢来打我的主意，我让你们裴家破产。”裴之锦权衡了片刻，思考我是不是真的能坏了他家的基业。得出肯定的答案之后，他甩下一句“算我裴之锦看错了人”，便扬长而去。我气结地丢开了筷子，本就吃了半饱才来的，这时候更没个胃口了。姥姥拉着我柔声安慰：“乖乖，莫生气，咱们不理这种人好不好？个没脑子的癞蛤蟆，姥姥一只手就能帮你整垮他们家。咱不气，妈你别惯着他，自己招惹这种极品，还闹到您跟前了，让我怎么放心把家里的产业都交给他？”
妈妈说着这话，却没有责备我的意思，而是瞪了爸爸一眼。爸爸自觉没趣，装醉和老爷碰了碰杯。我此时无比想念家里的姜牧野。刚刚迈出了老宅大门，我看见了熟悉的身影。姜牧野的车停在了墙边的玫瑰藤下，他轻轻拨弄着那朵盛放的白玫瑰。闻声直起身来，望进了我的眼中。对不起呀，姐姐，我等得有些久，就从严彻那儿问来了地址，想来接你。他眸中映着月色，声音轻而微雅。我失笑，小跑过去打开双臂，凑过去搂住了他的腰，把头埋进了他的怀中。清新柔软的少年的衣料摩擦着我的脸颊。怎么这么小心翼翼的？姜牧也稳稳地抱住我，笑了笑，气息轻扫在我的后颈，微微痒。我也是不请自来，怕你生气。你和别人怎么会一样？我摸了摸他的额发，手感颇好，黑发显得乖乖的，也很不错。大晚上的，我精神焕发，和姜牧也出去逛花鸟市场，买了好多盆洋甘菊和蓝心花回来，摆在了卧室窗台。姜牧也洗完了澡，满身清爽，头发微湿，凑过来和我玩闹。不多时便撒娇要赖在我家里。我的手从他宽松的睡衣下摆伸进去，轻轻刮擦。少年身形锻炼得当，腰腹劲瘦有力，薄肌形状好看。姜牧也血气方刚，哪里经得了这样摸？不多时便心猿意马地凑过来，在我耳边黏黏糊糊地亲吻。我扔在一边的手机忽然响了，姜牧也恃宠而骄，也敢看我的手机了。他扫了一眼来电人，有些嫌弃，又有些醋意，咬了我一口，问：“你怎么没删掉他？”我一听便知道是谁，安抚地亲亲他。你提醒我了，这就给他拉黑删除。我按下挂断，但这电话接连不断地打来，我有些烦躁，本想关机，却瞧见屏幕上变成了一串陌生号码，我便接了起来。那头传来裴之锦醉醺醺的声音：“别走。”怡娥，好尴尬。这人以为自己是什么小说男主啊？姜牧也对着电话示威：“醉鬼，别打扰我和我女朋友。”电话那头静了静，紧接着便是陆泱泱的声音：“严小姐，我跟你道歉。你能来看看阿锦吗？她现在状态很不好。”我眉头都拧成了川字。不是姐妹，你疯了吗？爱让你丧失智力。姐现在没空，正在为给你创造月嫂岗位而努力呢。陆泱泱哭得很惨。我软了语气道：“他都这样对你了，你就别再管他了，或者你给他一点时间，让他幡然醒悟，爱上你好吗？”我看过原剧情，
这方法肯定没错。陆泱泱有些怔愣，止住了哭声。这样也行吗？给我你的个人信息。我翻着手机，接收到了陆泱泱用裴之锦的社交软件给我发来的个人信息之后，一通操作道：欧洲半月游的旅游团给你报好了，玩去吧，别来烦我了好吗？再烦我就报警抓你们。我把手机丢开，江木也凑过来，把裴之锦的电话和社交软件统统拉黑删除，凑过来热烈地吻住我。姐姐，我喜欢你，并不比那个人晚。江木野的话勾起了我的思绪。在以前，我的世界似乎只以裴之锦为中心，而江木也是个面目模糊的影子。我分明早就见过他。中学时期，我救过一个结结巴巴、口齿不清的男生，让他在许多笑话他、推搡他的人之中脱身。他有些羞涩地抬起亮亮的眼睛，对我说：姐姐你好，我是江木野。后来这个男生成了严彻的好友，被严彻带回家来玩。他长大了些，唇红齿白，笑起来有颗小虎牙露在外头，笑眯眯地和我说：姐姐你好，我是江木野。孪生弟弟严彻和我是同一天生日，每年的生日宴总会凑在一起过。两边的朋友似乎也凑成了好几对。我们姐弟真是功德无量。可偏偏这个男生没有住进我记忆之中。他曾经在彩带纷飞的欢声笑语里，偷偷以倾慕的眼光看着我，掩藏在夜色灯火里，不敢言明。他曾经故意不去看裴之锦与我自如亲昵的相处，却难以克制自己黯淡的心情。那个模糊的人影，在许多年后，变成了清晰的他。恍惚间，我想起异国他乡华灯初上时，江木也站在我面前，含笑看着我说：姐姐你好，我是江木野。其实这句话，在以前我就已经对你说过好多遍了，可似乎总是被各种模糊的云团隔着，使我无法触及你。他轻轻笑着咬在我颈侧，但是最后一次说的时候，好像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我能留在你的世界里了。在我绞尽脑汁去对抗剧情时，有个人同样努力地朝我奔赴着。陆泱泱在欧洲的第7天，给我打来了电话，加了我的社交软件，然后给我转回了帮他报旅游团的各项费用。他说谢谢我，想给我讲一讲他们的后续。尽管我没有同意，但他还是这样做了。为了所谓爱情失去自我的陆泱泱，早已经忘了和朋友倾诉的愉快感觉，所以他想重拾起来。陆泱泱的消息很长。和裴之锦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似乎总是在演绎着一个精致漂亮、像你的人，但是卸下了他的目光，我便如鱼得水，好像找回了从前那个简单明媚的自己。我出发的第3天晚上，一个电话打到了我的手机上。喂，
你好，方便来接一下宇哥吗？他在某某酒吧这里喝醉了。是一个我熟悉的声音，似乎是裴之锦的某个朋友。从前无论多深多冷的夜，我都会立即爬起来去接他。从各种地方，女人堆里、酒吧、浴场，不敢耽搁，也不会多问。但是今天，我轻嗤了一声，喝醉了就喊秘书叫代驾，关我什么事？我随手撂了电话。我感觉我这一刻找到了自己。我会心一笑，回了信，他好像后悔得很快。没有他的授意，哪个朋友还会给你打电话？谢谢你。对不起，我那时候实在说了很多蠢话，我都瞧不起自己。陆泱泱慨叹道：我们就像虐文里的男女主，可你是觉醒的白月光，所以一切都不一样。他对我眨了眨眼，我轻轻一笑。也许他也做了那种预知的梦。番外，喂，陆泱泱吗？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些微微的哑，混杂着低低的音乐声。你能不能管一下这个疯子？我回忆了一下这个声音，应该是裴之锦的某位朋友。他根本没等我回答，就一股脑说了起来，语带无奈与震撼。裴之锦吃了3个小时的饭，1小时飙车到机场，坐12个小时的飞机飞过来让我揍他一顿。然后他自己猛喝了4个小时的闷酒，这会儿吐的胃酸都出来了。他说他追到欧洲了，但是又害怕了，不敢去追你回来。若是从前，大概电话那头的每一个字都能牵动着我的心，可现在不会了。在这趟广阔的旅途中，我看见了可遇不可求的绝美极光，磅礴壮阔的峡湾，幽静的绿野山川，童话一样的小镇。所有的一切都如此美丽，令人向往徜徉。我无法再执着于裴之锦带给我的一切了，连同记忆深处的那个美好初恋的身影也已经早就模糊了。所谓的爱能止痛，是最大的笑话，而我以他有几分像过去之人作为理由去受虐，更是蠢不堪言。裴之锦的回头为我的愚蠢画上了一个句号。这一次，我想要聪明一些。我再次见到裴之锦时，他更消瘦了些，目光里看向我的深情已经半点不掺杂别人的影子。他已经全然无法把我当作白月光的替身，转而将我作为了心头的另一颗朱砂痣。可我已经不再在乎，轻轻地回绝了他。裴之锦，向前看吧。白月光他不屑一顾，朱砂痣同样也不再在乎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